嗨，大家好。2020年11月17日晚上18点17分，台湾一架 F-16在花莲外海失事。时至今日，飞行员依旧下落不明。正因如此，谣言满天飞。其中以这位国军上校飞官投诚大陆，并已降落厦门机场，尤为甚也。那么，台湾的这架 F-16投诚大陆的几率到底有多大？起飞的花莲嘉山基地为什么最神秘也最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首先来看一下驾驶 F-16的台湾这位44岁上校飞行员到底有没有可能投诚大陆。为尊重逝者，姓名就不说了，我想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是 F-16失联后的新闻报道，在花莲基地东北方向9海里处信号消失，疑似坠海。9海里是多远呢？大约为16.6公里，但这位新闻小编画的好像是远了那么一点点嘛。注意，中间离岸9海里的右边有一个绿点，这是哪里呢？那就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小编还真敢画，这9海里直接画到了与那国岛和石垣岛之间，这是投共还是投日啊？您这不是让这位飞官说不清楚了吗？如图，这个点距离花莲基地超过了180公里，直接给扩大了10倍。不知道中天被关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而9海里实际应该是多远呢？是这个样子，只有这么一点。换句话说，这架 F-16还没有飞出自己的12海里领海就坠机消失了。我们将地图缩小，看到左边浅色的部分为大陆架浅水区，深度不到200米；深色为冲绳海槽和太平洋的深水区，深度超过了1000米以上。而花莲的外海刚好就处在这个深水区。那么会不会像很多网友说的那样，飞机在18点17分不是坠海，而是掠海飞行，而后降落在厦门机场投诚了呢？我们接着来看。没错，如果是投诚的话，就必须躲过台湾自己雷达的监控，这样就需要将飞机下降到几十米的高度，像这样来飞行。所以直接穿过台湾本岛这种路线就行不通了，只能按照这个路线来走。我将这个路线所经过的所有雷达站都标注了出来。首先来到海拔93米的花莲作战管制中心雷达站，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个圆圆的白色球体，这就是雷达所在地。大家对雷达型号可能不太熟悉，这里简单说一下，这就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制造的 NFPS117 雷达，白色圆球状非常明显，采用 L 波段的机械扫描雷达。虽说是个球体，但其实里面是长这个样子，需要不停地旋转才能达到360度全覆盖。就在今年，也就是2020年，台湾方面又拨了超过14亿台币的预算，要把这种雷达升级和延寿，又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不过，一旦两岸开战，这些军用雷达毫无疑问将在第一波攻击时被导弹摧毁。接下来，这架 F-16还将进入东澳岭报告分队雷达站的监控范围。这个雷达站被部署在了一个将近800米的山上。再向上还有松山作战管制中心雷达站，白色球体雷达非常明显。最北边还有一个石门雷达站，这里部署了2个雷达。如果这位上校成功躲过了台湾本岛的雷达搜索，可以投奔大陆，但不要高兴得太早。马祖附近的东引岛上和厦门附近的金门还有雷达站呢。这些雷达的经纬度我将放在下面的说明文件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在地图中找一找了。除了需要防范雷达之外，由于需要低空掠海飞行，还要注意在海面上出现的一些岛屿。要知道，这可是在夜间飞行，一不小心可是要撞山的。我在地图标注了比较有名的彭佳屿和钓鱼台列屿，而实际上台湾周围大大小小的岛屿总共20多个，所以飞得太高会被雷达发现，飞得太低又要避开这些岛屿。如果说从花莲连夜起飞要来投诚，除了精力和体力惊人之外，其心向大陆投奔祖国的意志力真的非常人所比。而即便这些全部成功，个人认为连理论上都不太可能。我们看地图，福州在这里，厦门在这里，但凡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都知道，投诚地点当然是选福州嘛。我多飞几百公里去厦门作甚？难道是因为福州，我是国军上校飞官前来投诚的，请允许我降落。你开的什么飞机啊？ F-16A 升级了吗？还没有。请绕到厦门试试看吧。这完全就不可能嘛。所以最初的造谣者说成是厦门机场，明显是不太科学。其实这个谣言编造的可以说并不严谨，甚至漏洞百出。
一位国军上校军官，即便心系祖国，也不会在44岁的年纪将母亲、老婆留在台湾，独自一人选择投诚的。这跟当年的林毅夫可不太一样。但搞笑就搞现在，如此一则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流言，竟然让民进党当局从上到下如坐针毡，甚至忙不迭的紧急辟谣，这是有多不自信啊！我们严厉谴责这种假消息，既荒谬又不人道。谢谢。甚至没过几天，在什么都没找到的情况下，就发布消息称已经确定是飞机坠毁，不是机械故障，而是飞行员迷失方向坠海而亡。要知道，上半年的日本空自坠海的 F-35A 可是用了2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确定具体位置，并得出结论：飞机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是飞行员的错。跟这次台湾的结论一模一样，通通推给飞行员就 OK 了。好，这次 F-16坠海投诚实属插曲，我也不太关心坠海的具体位置，我更在意的是它起飞的地点，那就是花莲佳山基地。我在地图中将台湾主要的空军基地标注了出来，以及所部署的主要机型。与花莲基地不同的是，西部的所有机场都将在第一波进攻中被摧毁，即便能够勉强起飞，降落也只能去东部了。花莲其实有2个基地，佳山基地和花莲基地。相比于离山更远的花莲基地，依山而建的佳山基地一直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外界对它的了解也仅限于某型战机转场佳山基地，某型战机从佳山基地起飞失联等等新闻片段，对基地本身却报道不多。我们从卫星地图中可以看到，佳山基地就建在台湾中央山脉东侧的山脚之下。我们看到左侧的山脉高度都在1000米以上，这样在没有完全拿到制空权之前，就给大陆方面通过弹道导弹摧毁花莲佳山机场增加了障碍，需要将射程加大，并且抛物线也要更高，这比攻击旁边的花莲机场要难得多。而即便能够将部分跑道摧毁，也不能保证佳山基地的所有飞机都将失去战斗力，因为旁边的这座山才是其神秘的所在。名字叫做嘉里宛山，宛是个多音字，又读作渊。不知道花莲的原住民是怎么称呼这座山的。在这座山的东侧山脚之下，如图分为上下2个洞库，分别为北洞库和南洞库。据说里面建有5纵5横的坑道，构成一个田字形的大型地堡。而且坑道内跑道修得又够宽，总共可以容纳200多架的飞机和各种弹药补给，抗震程度达7级。这个挖山而建的巨型地堡是从上世纪80年代蒋经国时代开始实施的名为建安3号的战机钻地计划，包括2个工程，分别为花莲佳山的828工程和台东智航的737工程。花莲的828工程1984年动工，1992年完成，位于花莲县新城乡的嘉林村和秀林乡的大山村，2村各取一字，故佳山基地应运而生。第2地下基地在90年代中期开工，选在台东，也是依山而建，并以抗日名将高志航的名字命名为志航基地。上个月底，台军同样坠海的 F-5E 就是从这里起飞的。当然，台军花血本建在这种超级地堡，绝不仅仅是为了存储战机、保存实力，而是向着多功能的地下空军基地努力。除了佳山、花莲2大机场外，附近还有一个天然深水港——花莲海军军港。台湾中油也在附近建造了多个大型储油库。台湾岛并不大，这里应该算台军的大后方了。接下来我们来到地堡入口，这边是北洞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入口处的跑道，还可以隐约看到那个重达8吨的地堡铁门。这种巨大铁门光打开就要60秒的时间，可以让里面的战机行驶到外面的机场起飞战斗。所以未来夺取台海上空制空权的关键战将会发生在台湾岛的东侧海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第一波进攻时，解放军可以通过东风系列导弹将佳山和花莲2个机场摧毁，但要完全瘫痪，使其不能让 F-16起飞，也并非那么容易，需要达到饱和式攻击方能奏效。而即便机场跑道无法起降，以 F-16 400多米的最短起飞距离，洞口出来的滑行道长度好像也刚好够用。而这里又更为接近山体，所以用弹道导弹打起来难度颇大。当然，如果由东侧通过歼16或者轰6N将洞口摧毁并封死，当然不在话下，不过那是在取得制空权之后的事情了。
那么台军建造如此巨大的地下基地，单靠解放军无法第一时间完全摧毁其机场跑道而得以生存，似乎有些勉强。200架战斗机及人员被瓮中捉鳖，显然不是修建如此巨大地下基地希望看到的。所以，会不会台军也在这个基地建造了可以在山洞内滑翔，一出山洞即可起飞的军用跑道呢？还真的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山洞内滑翔起飞，技术上没有问题，但飞机在洞内滑翔起速时，发动机需要吸入大量的空气，而即便山洞内的气流能够做到通畅，也比不上外面空旷地方充足。如果频繁起飞，洞内空间又狭小，供气不足或不够均匀时，很容易造成发动机的喘震现象。喘震就是发动机的压缩机在流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所发生的一种非正常工况下的震动。简单来说，就是发动机咳嗽了。不要小瞧这个咳嗽，一旦出现喘震，不仅会使发动机风机叶片受损，还会危及飞行员的安全。那么此次台湾上校飞官的夜行训练，如果是从洞内滑跑起飞，仅2分钟后就消失坠海，会不会是因为这种喘震现象造成的呢？这个纯属我的个人猜测，一切还是等到最终公布的调查结果吧。当然，你一定要推到飞行员的身上，我也没有办法，毕竟这是一位44岁、有着2230小时飞行经验的上校飞行员，驾驶自己最为熟悉的 F-16A， 在实际飞训时却只能飞2分钟。最后，如果两岸终将一战，我相信这些